这次尝试用的是一个中长直中长直的甲型，颜色的话选用到的是这3个颜色，你们可以截图去对比一下。将这3个颜色随意的刷到甲片上，做一个小渐变。首先使用到的第一个颜色是这个雾浅黄，3个颜色全部都是属于偏灰调的中国传统色。中国传统色在基础课程里面有教过大家的调配那个调色的一个方法啊，就所有颜色里面加灰色，灰色就是什么呢？黑白色。控制这个比例，达到你想要的一个颜色饱和度。然后这3个颜色都是属于半透的乳透状。然后接着再来第2个橄榄绿，也是偏灰调的。刷一半。我们现在再进行到它的一个底色。甲片好长，有刷痕啊什么的没有关系啊。好，就这样子不算均匀的给它铺到上面。就是你每个甲片，你可以就是说随意的去排哪个颜色在前，哪个颜色在后。这个的话我就着重去刷指尖的位置。好，边边上再来点灰绿、橄榄绿。先刷上去，接着再来第3颗。第3个颜色那个姜黄色，我们是留到后面再去上啊，留到第2层的时候再去加。你们看到我其实刷的这个方法，并不是说刷双色渐变的方法啊，就是笔刷子随意的去刷，就将颜色的过渡线稍微的给它雾化一下就可以了。好，刷好了之后，我们拿去照灯。如果觉得1层的颜色不够的话，你还可以再去叠加一点啊。其实我觉得还好，差不多也够了。就是说还想要再加一下漏掉的一些地方，再补一点色。不靠那种刷双色渐变的方法来，它不是说2个颜色做一个双色渐变，其实有点像那种就是色块间对自然的一个过渡。你甚至留一些刷痕出来，有一些刷痕在，反而会更好看，更自然。这里你们也可以快进。差不多，后面这2个我们用乳白色，色的中间我们可以用乳白色给它盖一盖。乳白色进行遮盖之后，颜色就会更加的朦胧。
拿去照灯，补了第2层的颜色之后，颜色会更加的实一些。照过灯之后，我们拿出 S09白色甲油胶、彩绘胶都可以啊，在甲面上画一个色块儿，对，中间的位置刷一个色块儿，可以刷的干一些，就是拉出这种带毛须须的这种笔触。好，就刷2个甲片，这2个。多了，少一点，多了就拉不出须须了。我们笔上面取量少一点，才可以拉出这种小须子啊。好，刷上去。刷上去之后，先不要急着照灯，然后我们拿出白色的乳白色啊，乳白色将它的边缘去进行一下弱化。那就把它的边缘这样子刷了，或者打圈圈扒拉。甚至可以带一些就是 S 型的这种刷痕纹路下来，这样。好，就是将它的边缘色块进行一下弱化就可以了。遮盖，要不然一坨白色在那里太过于生硬。那乳白色一加上去，就感觉会好很多。这个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觉得用刷头不好操作的话，你可以先将乳白色放上去。好，放上去了之后，你拿平头笔或者是圆头笔啊，这种光疗笔，润一润笔先。保证笔是那种丝滑的、柔软的。哦，对，打一点 S 型曲线，带一点这种小纹路。那扒拉一下颜色的边缘，对，让它跟乳白色产生一种融合。色块的边缘扒拉一下，直接就带动，因为乳白色和白色之间，它们就是会形成这样子一种，朦胧感，甚至就是这种纹路肌理感。好，如果说不想让它太靠近，就是说指尖的位置，指尖的话想留一点出来，那我们就把多余的色块擦掉。好，多余的色块擦掉，重新拉动一下它的纹路，改变一下。那好，扫一扫，轻轻的扫一扫 ，OK， 这样子一个色块就搞定。拿去照灯。关灯之后，最后出场的一个颜色是这个姜黄，也是一个透色，但是颜色的话很亮。这个姜黄色的话，我们要将色块进行一下局部的遮盖。比如说这个白色部分，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姜黄色刷在我们左侧区。好，颜色的边缘弱化一下。好，先刷上去吧，我们等一下再用笔来整改。然后中指的边缘你也可以加一点点，好，这样刷一个色块上去，对，让它的颜色层次多一点点。这个要不要加呢？可以加一点点吧。好，将白色进行一下局部的遮盖。好，还是用刚刚的那个平头笔啊，去将色块的边缘弱化一下。这种透色，就你只需要轻轻的刷带一下边缘。就可以很好的将它弱化开，对，不要让色块有明显的一种断层，轻轻的扒拉，悬浮，笔放平，悬浮的这样子去刷胶，刷带一下颜色。OK，
有一种余晖洒到上面的感觉。然后这个我要加深一点点，将色块加深一点点。这个底色的话，我们就搞定了，给大家看一下。好，搞定了之后，我们拿去照灯。要彩绘的3个主甲是大拇指、中指和无名指。那这3个指甲的话，我们去上水彩磨砂封层。大拇指、中指、无名指3个都要画足子，所以说这3个甲片上水彩磨砂。但是呢，隔离用的水彩磨砂我们是不需要去包边的啊，只刷甲面，不用刷的太厚。好，这里的话等一下再刷。然后这个无名指，食指和这个小指，我们就直接给它封层，等一下在上面去做其他的饰品装饰。那这2个指甲的话，我们就直接涂免洗封层，对，在同一个步骤去将它们一起完成。有毛毛的话，一定要刷下来，刷出指尖。如果说不好刷的话，这种小颗粒、小毛毛，用镊子给它清除掉。可以重新刷一下。检查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堆胶的这种情况，倒置让胶回流到中间啊，让甲面更加的饱满光滑一些。如果说它指尖和后缘有那种堆胶的情况，我们可以用笔啊，用就是拉线笔，稍微的带一下它尖端堆的胶，对，轻轻的用毛笔尖儿往上勾带。好，翻一面，左侧面看完，看右侧面。倒置的时候一定要拿正，如果说你没有拿正的话，它胶回流出来就会歪，一定要让胶回流到正中间。那看一下它的一个弧度，这样，因为甲面的弧度它是。这样看甲面的弧度，它是一个拱形。我们在看的时候叫多角度呢，这个角度你只能看到后缘，稍微抬起来一点，后缘往下，好，再抬，好，中间再抬，才它慢慢的靠近指尖。对，去看一下它的这个侧面弧度，从这个侧面也能够看到它甲面的一个弧度情况。慢慢的去移动，我们这边看到的是这里的侧边线啊，这个侧边线，也就是我们3/7线，那稍微再侧过来一点点啊，3/7线慢慢的往中线去移动，好，然后那边的你就不好再转了，那转过来看这边的一个3/7线，好，3/7线勾一下，再转过来看中线。OK， 调整的差不多，回正了之后马上拿去照灯啊，可以等它先导流一下，然后再拿去照灯。回正之后立马拿去照灯。封层照灯结束，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足子的颜色怎么去调。我们首先取这个橄榄绿。橄榄绿取到调色盘上，加一点黑胶，加这个吧，加这个褐色，深褐色。对，橄榄绿加深褐，再来一点橄榄绿。甚至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焦黄，这个焦糖棕，加一点点进去。
或者是你想要就是跟下面底色的那个焦糖啊，就刚刚我们不是加了一点点在底色晕染上面吗？那个焦糖色，就那个姜黄色，那我们也可以加一点橘色进去，对，让这个颜色橘里橘气，亮一点。不要学我不洗笔啊，刚才它不够暗，让它变暗一点，加一点黑色。差不多了，我们就用这个颜色来画竹子。竹杆的话，我们画细一点，这是一个细竹，占整个我们的右边甲面37呀，37线中线整个右侧。然后竹杆的话，我们画细一点，画2条线，2条直线，立笔勾线，立笔勾线。好，上方距离后缘留一点位置，再勾一条线。点一下线条的2头，加深一下颜色。对，当做是竹节。好，点一个色块在竹节的这里，复勾一遍，复勾一遍是为了让它的竹杆颜色再实一些。好，这边勾完了之后，旁边再来一个矮一点的，竹节的位置错开啊。竹节的位置错开来，叠加颜色的时候，等下层干了我们再去叠加。好，点一个色块，在竹节这儿加深它的颜色。好，我们来画一点枝干。枝干呢，肯定是从竹节这个位置长出去的。首先枝头上，枝头上我们可以来一点哦。从侧面斜倒着长出去。这个枝干我们可以勾细一点。好。接下来这个地方，立笔勾细一点，不是横着插出去，它是有点贴着竹竿的方向，就是往上长啊，斜往上，越来越短，枝条越往外越短，笔尖轻轻的点带一下，分叉，这边我们也可以再画一点点，勾一点点在枝头，不要高过这边的这根啊，往上轻轻延伸一下就好了。它的枝条是从竹节这个地方贴着竹竿往上长的啊，可以微微的斜出来一点，但这个斜的角度不要太大，不要横着线条横着往外去长。好了，枝干画好了之后，我们来画叶子。叶子的话，我想集中在中上层，就这里为一片，然后尖尖上给它附带一下2点定位。好，那这里的话，我可能会先从这个枝干上面去画，我去画3个，3个。3叶组合，好，压笔收是从这个枝干，我标一下，从这个枝干长出来的，好，压笔提笔收尖儿，这是一半，然后画一个3叶的组合，好，旁边再延伸一半。接下来中间下方，好，再来1页，
一定要有尖尖勾出来。然后叶子可以稍微画的再胖一点，就是一定要跟它的主杆儿粗细区分开来。对，可以画的胖一点。好，这就是一个3叶的组合。这个3叶的组合我们叫什么？个字形啊，个字形组合。好，这边的主叶画好之后，我们再往上找有枝条的地方去画主叶。这里是不是也有枝条？好，这里也有枝条。压笔往下，对，画一个，我可以画一个长一点的。压笔往下提笔勾尖儿，哎，就稍微有点把下面的叶子交错的感觉。然后这里就画一个2叶的组合，人字形，在它的旁边再加一半小一点的，短一点的，好，小一点，短一点，双叶组合。然后我们继续往枝条上。这边还有枝条，这边的枝条也是一样，我们也可以来一个双叶的组合，就像给它主叶间产生这种交错叠加，2个人字形这样子交错叠加，旁边勾一个短一点的，如果笔干了的话，勾不出尖尖来，枝条可以给它补一点，这你要知道，叶子一定是从枝条上出去的。好，下方的话，你可以就这样子。如果说你觉得太稀，还想再加一点点的话，可以加在哪个地方？你看一下哪个地方空，比较空旷。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较空旷，那我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再加一笔。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好，加一笔在这个地方，那这里的枝条在哪里呢？往下延伸到这边来。好，这一片集中的叶子我们就画好了，接下来画上方尖端。尖端的话，我们就略微的带过就可以了就尖尖上，好，画一个短一点的，不要太长。然后旁边来一点小叶子，就画一点单叶。好，画一个小叶子，交叉交错，好，拖笔技法，压笔提笔收。OK， 好，这个我们就画完。画完之后，其他的3个主甲也是竹子。中指上面呢就画了1根竹竿1根竹竿，然后无名指上面的话没有去画竹竿，但是呢画了2个枝条，一个是往上，一个是往下，成这样子一个 V 字形。竹竿的话都是偏我们的右区右区3七线上面。好，把竹叶给它加上。这里我们就在尖端的位置去给它画3片叶子。先来一片主叶，就是稍微长一点，长一点点，然后另外2片给它交错，好，尖尖画出来，压笔、拖笔、提笔走，好，在尖端再来一个小的，好，枝干画出来。因为甲面有弧度，你可以转动一下甲片，勾一下这个尖尖儿。好，接上枝干，3片叶子就好了。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有粗有细。这里还是一样的，就跟前面的一样的一个画法，加几片叶子，画组合叶。这个枝干上面我们去画一个双叶吧。
那面对弧度的时候，这个尖尖我们可以复勾。因为托比技法面对这种侧边的弧度，你看甲面侧面的这里弧度，我们是不好去提笔勾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说停笔之后调整角度再去勾，旁边这里再加一笔短一点的，然后这儿可以弄一个尖尖出来，在下方这里加一笔。下面的话小一点，这根枝条上面的我们可以画小一点，2片，加一片，好，我觉得这个可以再加一片，差不多，这个稍微弧度有点太生硬了，好，叠加一下，再给它叠加一层，把前后关系、叠加关系明确了。好，做好之后，甲面上底胶封层啊，底胶封层，这里这3个主甲的话，我们直接底胶封层，因为后面的我们都直接可以在封层上面去进行操作。接下来我们手工做一下那个玉石，用这种透明的软糖胶、贴片胶、软糖胶。好，然后蘸一点点啊，蘸一点点这个绿色。好，再来一点白色。也可以适当的再加一点这个墨蓝色。好，加一点点。好，将这3个颜色捏吧捏吧，融合融合。我这里调的是渐变粉，你们可以试一试眼影那些，或者是你们的色胶。对，只是说色胶可能会让它变得有点软趴趴的，但是不影响它最终的一个呈现效果。好，颜色捏出来看一下喜不喜欢。然后我觉得有一点点偏蓝绿，我还可以再等一下，我还可以再适当的加一点点橘，再加一点绿，再加一点橘，好，再捏吧。OK， 捏好了之后，我们不要一次性把它用光了，我这里没有捏多少，我们要跟那个透明的胶，然后再混合去使用。在贴之前，我们先取一坨透明的。然后再混上一点这个我们调过色的，再混上一点，包进去，然后你就手捏一下，对，扔一下，让它稍微有一点点融合即可，然后搓成一个随意的一点的造型啊，随便搓成什么造型，给它放上去，捏扁放上去。做出一个不规则的形态，这是为了保证它的一个透度，所以说我们加了一点透明的进去，跟它混合。我手上好像摸了其他粉没弄干净，有一点混色了，有点蓝紫色，我摸啥了？没关系啊，小问题。你就做一点，就这种自然的状态出来，不规则。好，这个是要封层的啊，但是要先照灯，照完灯之后我们再封层。小指上也给它来一块儿，小指上的这一块我做的有点大，这样形成一种反差萌，你们可以自己去调节的啊。形状也是这样，给它做成不规则的状态。可以微微的压一点下去，对，压一点下去。只要它跟甲面上是这种粘合的，接触面积比较大，就是说粘合的比较牢，就 OK。好，然后这样不规则的一个形态，对，有些地方收一点点 ，OK。
接着我们来做一下食指上面的那个圆环。如果说没有这种就是小玉石的话，我们手工怎么去做出这种圆环 ？OK， 先捏把捏把，搓把搓把，揉成小圆儿。揉成小圆儿了之后，放到正中间压扁。啊，放到正中间压扁。哎，形状给它归拢归拢。看起来要圆不隆咚的，边缘要流畅。OK， 压圆了之后，找一个尖一点的东西啊，也可以是这种硅胶笔都行，找一个尖一点的东西，中间去戳一个洞。戳完这个洞之后，好打圈圈，对，立笔打圈圈，将胶往周围推。往周围推，最后拍打一下形状，对，让就这个边边口形状不要凹凸不平的，给它拍平。好，再归拢一下形状。有没有什么尖的东西都可以拿来用啊？打圈圈，将胶中间绕一个圈圈出来。对，如果说里面根部有不平的地方啊，那种，到时候上完胶就没事儿了啊。好像是这个里面混进了那个极光粉，所以说抠出来的抠出来的胶有点泛紫光。大拇指上面那个我想让它通透一点，所以说我加了一大坨透明的，然后2个这样捏在一起，哎，捏在一起，勒一下，好，让它就是说有一点点互相融合，但是呢又没有完全融合，对，要有一点透明的露出来。OK， 好，再给它捏拢捏拢，搓把搓把，揉把揉把，就是带一点这种透透的感觉，然后放到上面去，放到我们左上角左边区域左上角的位置。那你想一想，我把透明的放到这边来，下面可以露一点点底色，还有竹叶出来，就这种感觉朦朦胧胧的感觉，透透的感觉。好，铺开，给它铺展开，按压开，还是要有厚度的啊。形状归拢一下。就随便给它边边上推拢，然后又摁下去，对，做出这种边缘的一些不规则感。哎，推拢，又摁下去，在棱角的地方全部圆润化。就这样一个自然的玉石，咱们就给它做出来了。好，先拿去照灯啊。集体一起拿去照灯，照完灯之后我们再去封层。接下来我买了一卷这种超细的红线，取一节下来，给它封层，弄一点到调色盘上来，擦一擦，洗一洗。好，封层弄点上来。快没有了，抠平底了。配一点这种灰色的玉石，挑2颗出来。挑长得乖一点的，颜色漂亮点的。这个颜色 ，OK。哎，好，让它360度无死角的跟封层进行一个混合。我在这颗上面加了一个红线啊，接着我教一下你们这个红线怎么给它加上去。首先线的一头裹上这个封层，然后看一下位置，将这个线放在上面，你先比对一下位置。好，放在上面之后，放到托盘上。
拿一个手持灯，镊子夹住两端，拿起来先夹好，镊子夹住两端。好，镊子夹住两端，照灯定个型，快速的拿走，看一下这边，好，快速的拿走。细节处的地方，这里的话，你们也可以用3钻胶去做这里啊。3钻胶应该会更牢固一些。看一下这个位置怎么给它摆放。飘到外面去，飘到这外面去也可以，多余的地方剪掉。上面给它裹上封层。大概这个位置，照灯定型。细节处的地方，就是定完型之后，那镊子拿开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印子，那我们就填一点胶进去，把那个印子抚平。哎呦，我好像照到胶了，好像照到胶了。然后这个玉石的地方，封层给它涂上去，中间洞洞填上，边边上一定要包到哦。这里如果说刷子没包好的话，可以拿拉线笔到时候复勾一下。好，中间洞洞多余的胶给它抠出来。这就是质质感的玉石。边边上缝缝里面这些地方，你们可以用拉线笔再给它填一遍。这层如果说怕把假面上弄脏了的话，可以先把这一层做好，就在底胶上面把这一层做好，或者直接在色块色胶用完了之后再做那个玉石，然后最后再整体一起去封个封层。但是下面那个封层我已经提前封了，再给它封一遍吧。这种免洗封层，如果说叠加2层的话，会容易出现就是那种蜂窝煤或者是缩胶的情况，所以说建议大家，可以就是说在色胶之上做这一层，做完了之后再整体来封层。因为事先没有想到要加这个红线，本身的话是想要用微雕胶勾一条线在上面的，但是回头一看，发现我买了这个红线，我就想把它用起来试试看。如果说没有这个红线的，你们就可以就是说拿微雕胶勾一条线也 OK 的，勾一条白线也 OK 的。只想把这个红线加上去看一下效果。这2个玉石的话，这2个玉石的话是已经封完成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我拿进去封层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拇指。这个玉石照完灯还没有封层，刷上封层之后，它非常的剔透、光滑。
就这种效果。边边上包一下，不好包边边，不好用刷子包边边的，我们等一下用那个拉线笔。好，边缘填充干净。好，然后这2个石头的话，我是已经裹上封层了的，我可以直接就放上去，直接贴上去，缝隙是不用再填了的，因为它会自动溜平所有的缝隙，拿去校灯。最后我们拉线笔取 C01啊，C01白色微雕胶，可以将彩绘部分简单的给它勾勒一下。比如说足趾的地方，对，勾一点腰伸出来。还有主页的地方，勾一点轮廓线出来。线条细一点啊，精细一点，笔尖上取胶少一点。让它整个再立体一些。主杆中间勾一条细细的线，沿着它的边缘去勾啊，勾精细一点。你不一定要勾的非常的说，很流畅，粗细均匀，不用。只是说就跟打了一层高光在上面，就光照在上面一样，只是说为了让它更立体、更突出一些。好，枝干也可以这样简单的勾2笔。枝干，对，有些枝干也可以轻轻的这样勾一下，像一层落雪，也像一层光铺在上面。好，勾完了之后拿去照灯，这个款式就算是结束了。对，最后等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一起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成品。我觉得那个红色线可以说是一个亮点，但是也感觉会有点突兀，还是微雕胶勾个白线更舒服一些。那不同的光线之下，这个玉石它的那个光泽感是不一样的。我转动一下灯光，给你们看一下不同角度、不同光线下的一个效果。很漂亮的一个新中式玉竹款教程结束。